2天住的民宿恒定里。那我们今天是住恒河馆，昨天是礼序馆。他们这边主打的是包栋的民宿，那地点就位于在安平这边。安平这边的话，交通其实是还蛮方便的，台南的景点啊，距离都是非常的近。而且在安平这边的话，环境非常的舒服，到了晚上其实这里是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任何的嘈杂的声音。晚点我们会来采访一下老板，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这间包栋的民宿的一些设施啊、特色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会将这间民宿的所有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。那我现在要去吃早餐了。他在跳舞。来到恒定里这边住宿，有点像回到家的感觉。看这个很棒的一个客厅的空间。他们这边的话，主要都是包栋的服务，使用他们的客厅啊、厨房啊。你这边只要拎着你的皮箱，很适合全家的一个旅行啊，还是说公司的一个旅行，非常适合让大家在选择的一个地方。他们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，是可以看得到玄关，还有上面的天顶，很特别的一个设计。这个就是我们这2天住的民宿的品牌恒定里。这边还有红酒柜，这有一个小吧台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喝酒了。那这个老板的设计这边都有很多的巧思，这个有安全的玻璃，可以让小朋友比较安全，不然不小心滑倒的话就掉到下面去。而且它这些灯啊都是独特的自己设计的，整栋的民宿的采光非常的好，只要是白天的话，即使是不用开灯，房子已经是很鲜明明亮的。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老板来介绍一下我们这2天住的民宿，他们的民宿的包栋啊，还是他们的住宿的状况。那请老板来跟我们聊一下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对，那基本上我们在台南安平这一带啊，就这里算是旅游区。那旁边的话就是古迹嘛，就义载金城啊、安平古堡都在这附近。从这边走过去之后，有一条四朝大桥。那它跨过去之后是四朝绿色隧道，它旁边有看夕阳的地方是关西平台，还有渔光岛看夕阳的地方。在这个社区里面，就白天的时候比较好玩啦。过了下午5点、6点，太阳下山之后，这个社区就还好，就没有太多吃的东西。但是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夜市。夜市的话，可能要到中西区，对对，中西区去会比较多。对对对，安平这边比较没有。哎，对对，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好像就没什么东西。对对，可能就是花园夜市跟那个大东夜市都是在比较市区的地方，但基本上离我们这边开车都大概只要10分钟就到了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在这附近有一个差不多5分钟的夜市，是新永华夜市啊，它是开礼拜4跟礼拜天。那这可能是一般人比较不知道，因为大家都是记大大五花大门。哦，对对对，大家都是记这个。但这个夜市的话，它不在这个口诀里面。对对，它算是我们比较新一点的夜市。那因为我们这安平这一带通常都是吃牛肉火锅或是海鲜火锅比较多。哦，对啊对啊，那它可能就是一些餐厅类的东西。它如果说你要到小吃的话，就可能要进到中西区这边去。但中西区距离我们这边其实都只有10分钟的车程到而已。反正你去住中西区的饭店，它没有地方可以停车，那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点了。对，交通很复杂。对对对对，那基本上来台南玩的话，如果担心有交通上面的问题，其实你们可以搭高铁来这边，那跟我们预约高铁接送的服务。
对，那甚至我们在明年1月份开始，我们的馆内有建制 B&W， 那就是说你如果平日的包栋礼拜日到礼拜四预定包栋，非国定假日、非假日，那我们会在馆内提供一台5人座的 B&W 让你们自由使用。哇，这么好哦！对，就是说我们因应一些自由行的旅客啊，他可能是搭高铁来台南啊，或者是他在台南没有代步车，或者是他就是一些富豪，因为像我们旁边有亚国游艇嘛，那有时候就会有一只马、一只牛啊，它开来，它只想要停在我们的室内车库，它不想要把它的车开进去市区里面，那我们就提供一台代步车，让他们可以在市区里面，或是开车在这附近绕一绕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它等于就是包栋加租车的概念，基本上是包栋送租车，对，送那个车子让你自由开。哇，这样很方便。对，那从明年1月份起开始，欢迎大家踊跃预订。那像你们包栋的话，这个价钱是平日都是怎么算？基本上就是一个公定价格啊，就是8个人22000，10个人24000，超8个人以上，每多一个人多1000块。那以8个人22000来讲的话，平日的价格打8折的话是17600，那17600你又可以开到B&W。平日的话就是在打8，对，打8折或者是打85折，对，依照每个活动的档期不一样，订立相关的规定这样子。那不但有打折，又有 B&W 可以开，相信这应该是没有其他民宿做到，还蛮屌的。第一次听到包栋还有这样的服务的，是希望说可以给客户他们最尊荣的体验啊。谢谢你，跟叔叔谢谢。谢谢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没有剪刀石头布啊！我连续输3次了。Mirror on the wall. Who is the prettiest of them all? 下来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Dis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